你们说这技术发展也是个轮回不成？小时候家里面用的都是扫把拖把，到前几年扫地机器人终于能给大家解放一下双手，这再过了几年，怎么又回到我手上了呢？直接借用最强 AI 的算力，人类本人是吧？关键大伙们看看这个价格，白嫖了我的劳动力，怎么价格还不减反增？好，那我倒要看一下现在的最强洗地机到底有什么质的变化，能让我 awesome 一下的呢？这是秒新的洗地机，水箱下置，售价2399。米家洗地机履带式滚刷1999。接下来的会贵一点点，天可伏案3.0，售价4484。大液晶屏，还有个驱动轮。Dreamy M13双滚刷设计，可以拆成吸尘器，4398。优菲马赫据说是和大疆 Anker 都有关系，售价4590。还有个戴森新出的洗地机495，这戴森不给面子啊！我双11买的，双12了还没给我发货。这一堆洗地机的总价已经超过了2万块钱，我花2万块钱洗个地，小伙伴们能不能给2币支持一下呀？别说洗地机还真的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，像是旗舰手机、高端显示器这种产品啊，好的产品那都是大同小异，大家都在吐槽没新意，可不是嘛？大家都知道怎样做比较讨喜，但洗地机可不是这样。可以这么说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。这些洗地机其实都已经用了1个月左右了，这些赛博拖把确实是有点东西啊。我先直接输出一下，它们适合什么样的人使用？可能大家都会拿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比，也确实，毕竟它们的价格都比较高，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卫生工具。但是这么说吧，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其实不大一样。扫地机器人对标的是你这个人，洗地机对标的是扫把和拖把。扫地机器人呢，可以保持日常干净，平时没事就可以让它跑2圈，确实比较省事儿。但是洗地机的受众呢，是经常搞卫生的人。假如说你是个不喜欢搞卫生的人，想像吸尘器一样，就搁那儿一放，等着啥时候要用了就拿出来整上2下。那不可能的，只要你开机就必须得清理污水箱，自清洁滚刷，烘干1-2个小时。如果没有烘干的话，还得拆出来晾干。如果想偷个懒，过几天你就能闻到几天前洗进去的东西，这一点都不简单。不过啊，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清洁工具推荐给我们这类懒人哦，纸巾，一擦就能擦掉，干垃圾、湿垃圾都能清理，还不用清理污水箱，无敌。但是打扫卫生本身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，洗地机相比于传统扫地拖地，工序其实还是减少了的。倒水装水大家都要，清洗水箱拖布大家都要，洗地机还有一点简单的自清洁能力。别看洗地机要经常加水，传统拖把洗头发的频率还未必更低呢。除此之外，洗地机还免去了拖地前扫地的步骤，不但操作要更简单一些，清洁能力上还会更强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全都要，洗地机、扫地机器人一套整回来，花个7-8千块钱拖地，估计家里的地板都要发光了哦。先来简单对比一下清洁能力吧。这里我设置了几个不同的垃圾来测试洒地上的饮料，不小心踩到就会吧唧吧唧的那种干掉的老干妈，还有方便面的调料包，超级加浓版。来看一下效果如何。如果只过1轮的话，饮料大家都没有压力，一次过踩上去也感觉不到什么黏糊糊。但是如果上强度，那差距就马上拉出来了。Dreamy、天可和优菲马赫这3个顶级货色效果都还不错，尤其是Dreamy清理油性物质的时候非常麻溜。只有小米和秒新会有些问题，秒新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完全清理干净油渍，小米会摊匀。但是如果再加遇到非常难搞的极限情况，优菲马赫这单滚刷就会露出犄角了，像是老干妈刷7-8遍都搞不定，秒新也吃力不少，拖了5次才勉强干净。小米它拖油性污渍的时候会直接把它均匀的铺在地上，非常恶心，而且拿起来的时候甚至还会滴滴答答的流一地。续航方面呢，我试了一下比较实用的半小时续航和水箱容量。半小时过去之后呢，小米剩余49，Dreamy剩余46，优菲马赫剩余56，天可剩余31，秒新倒在了25分钟。水箱最小的秒新有380毫升，基本上清理一个客厅就需要加1次水。其他的水箱基本都在800毫升上下，最大的Dreamy居然有900多毫升，一次大扫除基本也就加1-2次水。其实试下来，这些洗地机清洁能力和价格关联还蛮大的。如果是顶级的洗地机，基本上是一拖就干净了，那可比扫地机器人那个抹布强多了。就算是顽固污渍，也就是踩一脚就解决的事情。不过如果不是在 UP 主家里面用啊，家里面的地上应该不总会出现老干妈和泡面哦。那小米这种2000级别的，其实也绰绰有余了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还得是其他体验。
洗地机可不只是脱干净这么简单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。基本上所有的洗地机都是一个清水箱、一个污水箱、滚刷，还有必备的底座。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结构对体验的影响都相当大。这个小米洗地机是这里面最便宜的，要价1899。确实，它洗地机的功能是实现了，但是超级沉重。水箱的设计在扶手下面，而且这履带的抓地力确实强。带着人就往前走，往回拉的时候，不但要扯住洗地机，还要承受沉重的水箱，有点像这种感觉。而且非常难转弯，怎么说呢？感觉就像是控制了一台泥头车清理卫生。然后他说是干湿分离哦，吸进去以后就直接会分离开，污水是污水，垃圾是垃圾，听起来很美好。那好，现在只要干垃圾和污水任意一个满了，都要清理。而且清理的时候，干垃圾根本就不是干垃圾，是湿了以后再过滤出来的一坨不成人形的东西。其他家这种放一个简单的滤网就很合适。如果想要分离，倒的时候从滤网这里面倒，自然就分开了。贴边清洁不存在的，永远有条缝清洁不到。秒星综合来看倒是还不错，水箱下至，所以体感很轻，是为数不多的轻便洗地机，清洁力和贴边清洁都没有很大的问题。问题就是水箱和电量，水箱太小了，洗一次地得加好多次。水箱的位置还很靠下，电池也只能用25分钟。天可这个有双向助力4484的洗地机啊，居然会没有烘干功能。烘干功能，我觉得也是所有好用的洗地机必备的功能，不然只要有一次忘记把滚刷取出来，就足够发臭的了。想你再加点钱，2599的洗地机都有。秒星也会给用户免费升级烘干底座。这天可凭啥卖4484啊？哦，原来是想卖空间站版本，贵加1000多，5990就能买到了。平心而论，这个空间站确实强，能自动上下水，自动清洗水箱，甚至污水管路也会清洗，不用毛刷去掏，基本属于是用完就直接可以不管的程度，解决了洗地机最麻烦的问题。但是这个空间站版本不但贵，还不能补前后加，这种策略很难认同。优飞马赫设计确实是强，而且是高一个档次的那种质感。这屏幕感觉像是从大疆仓库里面拿出来的一样，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自动加清洁剂的，自动添加清洁液，其他都得手动加一瓶盖。烘干的时候滚刷完全不动，非常安静。但实际清洁的部分也只是单滚刷，没有任何助力系统，算是一点缺陷吧。追觅突出一个大杂烩，双滚刷操作转向移动都很方便，经典的哪里都大设计。这个头还能单独拆下来当成吸尘器用。问题就是因为它太大只了，虽然有助力，但是体感上面和优飞马赫反倒拉不开差距，都在第一梯队水平。单独拆的这个吸尘器吧，也不是很够劲儿，还不如几百块钱的米家吸尘器。都4000多块钱买洗地机了，还是整个吸尘器吧。所以要选洗地机的话，有几个点是很重要的。首先有没有烘干功能，然后我建议不要选干湿分离的设计。而最贵的洗地机主要还是在面对非常变态的工况才能体现出来区别，而多出来的智能功能和模块化设计，我个人觉得是可有可无，谨防消费陷阱啊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会比较推荐2、3千价位的洗地机。这个价位的洗地机功能基本具备，清洁能力也算合格。4、5千的洗地机已经属于是有点轻奢的价位了。当然，体验和极限能力确实也会相应的好很多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